三营长也死了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三营长一直好端端的，那小子命比我命都大。三营长是被日军的一个狙击手击中的。一天之间痛失爱人跟好兄弟，这绝对是6分区司令陈大雷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不仅老婆吴妮被鬼子狙击手杀害了，就连自己最好的兄弟三营长也牺牲了。但谁能想到，这场由军区大司令亲自指挥的营救行动本是大获全胜，被俘的10几名新四军战士也全被救回，可却偏偏漏了个没死透的鬼子狙击手山本。这致命的疏忽导致吴妮牺牲在了撤退途中。还有三营长也牺牲了。吴妮的死已让陈大雷陷入悲痛，三营长牺牲的消息更是直接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，而弹射战力的反应是本能的震惊与抗拒，这些细节把这个铁汉的崩溃具象化了。三营长也死了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这短短的几分钟，简直是陈大雷一生中最漫长的煎熬。前一秒还在为营救成功而高兴，可后一秒却被2份死亡通知给砸懵。他先是愣在原地，再是本能的拒绝相信，最后被迫接受，所有反应都真实的让人心疼。然而更残酷的是，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让他去悲伤，他需要立马返回6分区主持大局。这个三营长，我们俩在一起这是15、16年，这是他走了，我要不回去，这个6分区就军心大乱了。陈大雷强压悲痛的模样，藏着身为6分区司令的责任与担当。在那个战乱年代，军心就是战斗力，他不能沉溺于个人悲伤，立刻回6分区的抉择，也彰显了他身为司令员先公后私的使命感。然而马不停蹄赶回6分区的陈大雷，却立马就被2副盖着白布的担架浇透了心。在战士们敬畏又心疼的目光中，他颤抖着掀开了第1副白布，是朝夕相伴的妻子吴妮，曾经的枕边人，如今阴阳两隔。而当他掀开三营长白布的瞬间，情绪却彻底失控，脱口而出的质问也满是不舍与不甘。这10几年，这大小战役你都没事啊？他是打哪儿了？陈大雷这句话藏着与三营长10几年并肩作战的情谊，也道尽了对命运不公的愤懑。而战士们的沉默是对司令员情绪的体谅，也体现了军营里生死与共的默契。直到翰林哭着说出三营长中了4枪时，陈大雷是彻底绷不住了。这个跟随自己15、16年的老伙计，大小战役闯过无数次鬼门关，每次都逢凶化吉，可这次却真的永远的离开了。你走了，我也不能让你消停了。你是我战友，你是我兄弟。吴妮儿在那边，这一路上你给我照顾好了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照顾不好，等我下去的时候，我饶不了你。对着遗体的霸道嘱托，是陈大雷最柔软的告白，而把妻子托付给三营长，既是对他的信任，也是无法接受分离的自我慰藉。但为了尽快的稳定军心，陈大雷也只好强撑着，指挥着战士们安葬2人。然而待所有人走后，这位铁血硬汉司令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，任由悲痛淹没自己。可就在最崩溃的时刻，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，顺柳貌似不见了。在几经4处搜寻后，终于是在一面墙后找到了缩成一团的顺柳。但此刻顺柳的心里却满是愧疚与恐惧，因为他不仅眼睁睁地望着最疼爱自己的三营长牺牲在眼前，而且当时明明他一枪打断了鬼子狙击手的脖子，可万万没想到对方还能活，所以才没进行补刀。当时我只顾着救三营长，没去验尸。当时狙手给了嫂子一枪。顺柳的话里藏着极致的自责，在他单纯的认知里，没能狙杀掉三本就是自己的过错。这份愧疚源于军人的责任感，也体现了他对保护好吴妮这个任务的执念，更凸显了战争年代里一个失误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你处分我吧，你关我禁闭吧。虽然顺柳主动请求处分关自己禁闭，可陈大雷却心疼了，他轻声着安慰顺柳：“你入伍大半年了，已是老兵，以后再也不会关你禁闭了。”还说出了全剧最戳人的台词：“好男儿都是在血泊中长大的，要吸取教训，永远铭记。”陈大雷的安慰藏着过来人的通透与包容，他明白责罚没用，成长才是对牺牲者最好的告慰。而这句话不仅是对顺柳的指引，也道尽了战乱年代里军人的成长密码，在苦难中淬炼，在教训中前行。然而虽然陈大雷安慰了所有人，可三营长牺牲了的事实却在他的内心仍久久无法接受。每当有新的重要任务时，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跟了他10几年的好兄弟三营长。韩林，叫三营长来。司令员啊，三营长已经不在了。